嗨，大家好，我是阿生。你看今天我们有请到小思呢一块儿加入进来了，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一块儿合作了。确实有蛮长一段时间了。对，那今天呢我们要去探寻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便是一片废弃的古民居。这一个地方在古代来讲的话，那还真是不太简单，因为在当年可以说是这个县衙门的所在地了。那应该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小镇了。对，在当年可以算是比较热闹的一个地方吧。但是从上世纪初开始这个曾经比较热闹繁荣的小镇呢，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开始慢慢的衰落下去了。而这里的居民呢，他们好像走得非常的匆忙，可以说是有些棺材都还没有来得及下葬，然后直接就被遗弃在了那个地方。这么一来二去的关于这个地方呢，就有了很多奇怪的一些故事，什么闹鬼的灵异的全部都围绕在了那个地方，传的可以说是有鼻子有眼的。那问题来了，这个古民居在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那为何这些村民走得这么匆忙？又是什么原因让这里变成了如今的鬼镇呢？那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要从这里开始。前方十字路口直行。折腾了2个多小时现在总算是快要接近目的地了。地图显示还有3.5公里左右吧。因为沿途开始路还蛮不错的，后来就一直是这种林间小道，其实还不太好找，所以我现在还得先想办法把车停靠在一个地方以后呢，然后我们再一块儿去探索。刚才已经把这个车停在这个旁边了，那现在应该离这个古镇不远了，它应该就在这个附近。沿途过来的时候有很多的那种化工厂或者说是一些什么工厂之类的吧，所以大车特别的多，把路都已经压得像是那种越野的道路了。不过现在进来以后呢，这里的这种民家小路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这里就是通向古民居的老街道了，你看周围的这些楼全部都已经废弃了。在过去，我想底下这些呢，应该就是小卖铺吧，或者说是一些商店。现在周围全部都长满了杂草，而这些楼，我感觉有点像上世纪那种70、80年代的建筑，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工厂的意思？工厂的职工宿舍。听说这里好像依然还保留着清光绪32年，也就是大概在1906年左右的时候修建的一些建筑吧。我不知道它是否依然还保留着，或者说是我是否能找到它呢？因为这个地方还蛮大的，所以我们先用这个无人机来扫描定位一下，看一下我们现在具体所处的位置。先来看一下，从无人机来看这座古居民其实离长江蛮近的。可以说是就在江边吧。那在古代的时候，这里的交通应该非常方便吧？对，应该是都靠船来运输吧。所以这么一来应该就会吸引很多的这种商客呢来这里做各种贸易吧。另外，当时好像不少的酒厂还有印刷厂呢也在这附近，所以也让这里成为了一个中心地带吧。现在看上去它的规模还真是不小。我用无人机大概看了一下。这周围大多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建筑和一些古建筑吧掺合在一起，而地图显示呢，应该就是从这一条路进去以后很快就可以到达那个古居民了。不过现在这条路看上去，我也不知道能否走通我们去试一下。那刚才我在走的时候我就发现身上呢有一股很明显的糊味，就像烧焦了一样。结果我一看那这是我今天精心准备的一盘文烟。结果刚才还没有用5分钟，
就变成这样了，已经完全都烧坏了。是不是没用对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没用对啊，反正这个质量啊真是蛮堪忧的。但是我们还得继续进去，走。没有路啊，我也不知道，但周围全部都是那种小高层。这里还写上了一个供销社医药门市，你看，供销社，那说明这底下以前都是小商店了。哇，这房子啊，你看，都已经被熏黑了。但这边是有一条路，我不知道能否通下去啊，我去看一下。是，草丛堆嘛？没错，应该是往这里走。哇，不过这个下面啊，好像已经不太好走了哦，小心一点。这个路面啊，有点滑哦，稍微慢一点。里面还是木质的阶梯。稍微小心点，这里的青苔很多。看来应该是从这条路啊，可以下去。你这个老宅，沙发依旧还在，长条沙发。这墙壁全部都有被好像是熏黑了，还是烧焦的痕迹。灶台，还有这种医药的一些器皿，上面在滴水。哇，这房子好像还有2楼。稍等一下，我上去看一下。好，哇，果然还有2楼。木桌，哇，还有3楼。你看，这是以前的邻居，是不是离得还蛮近的？哎呦，我好像还发现了有一个电子琴，你看，小孩玩的那柜子。外面石头房子。好，我们下去。看这下面。这以前人就从这里啊，这样继续往底下走，是不是显得很窄？但是还蛮有意思的。有点黑啊。好，走吧。哇，这底下的老宅啊，好像能看到上世纪的一些，你看破四旧还是什么？
哇，这里面看来这个路啊有点错综复杂，因为周围全部都是这种杂草林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想走到一个准确的路线的话，也挺难的。这边好像稍微好走一点。你看这些建筑啊，青砖瓦房，很多都还是这种大青石搭建的，所以我感觉还挺有那种老古镇的味道，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对，现在城市里面应该很少有这种大面积的建筑。对，没错。你看这里的建筑啊，哇哦，上面应该是蛮危险的，这些砖块都不断的在掉落。这周围啊，四通八达。你稍微等我一会儿，我过来看一下。你这里面，哇，有好多的皮沙发。哇哦，这个建筑在过去啊应该不小，应该有好几层。你看底下有负1楼，还是1层，然后这是一个平层，上面应该还有2层或者说3层，里面都不好下脚了。我来看一下。哇哦！哦，这底下就这样的。杂草丛生啊，不太好过去了。你看上面这些瓦屋，席子全部都掉下来了。为什么以前要用这个席子来作为这种天花板呢？里面比较危险，那我们再去这一面看一下。走。空间都不是很大，单独一小间一小间的。有点像是一个学校啊。还有黑板，这边有很多的柜子。你看，全部都倒在这个里面的。进来就是一股霉味。通知，自称有小儿麻痹症，然后这边写上的是为什么不能近亲结婚？那有可能这是一个知识的普及吧，就写在这个黑板上面的。然后这边是，哎，不对啊，你看这里有一个牌子，上面写上了西药房。哦，那很有可能啊，我们现在走到了一个小诊所了。那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小的木窗。这就是以前诊所的那种小窗口吧。墙壁上还能看到上世纪的一些文字啊，整洁舒适。这就是以前的医务室。嘿。哇哦！你看这里，这底下的楼层啊，完全都坍塌了，包括这一层，还有上面，现在只能看到一些木阶梯了。那这是外面。底下现在全部都是杂草林，而远处呢，那个地方应该就是江边了。这种建筑以前还是
请户装饰的，你看弧形的这个门框。哦，这里面阶梯已经断掉了，你看，破败不堪，上面也是木板。走，我们过去看一下。你在地上还有小孩的望远镜。那边有什么吗？这个树藤太长了。哦，树藤。你这是刚才看到的那个2楼。有种阴森森的感觉啊，因为今天又有点在飘小雨。所以这个里面的光线呢，还蛮黑的。上面的房子，这一面好像已经都被拆掉了一部分了。地上还有救生衣。这好像是另外的一个医务室吧。看，柜子。乱七八糟的，破败不堪。这边的门都被破坏了。上世纪末的时候啊，开始进行城市规划修建，很多地方呢，它的道路交通啊，也同样开始在修建。可是，在这一个地方啊，在过去呢，它可是走水路的，所以交通很多时候呢，并没有来到这里，就导致了这里的生活啊，或者说通行啊，并不是特别的方便了。后来再加上周围啊，修建了很多的化工厂，像刚才大家看到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工厂吧，这附近就很多，就导致周围的污染啊和这个长江边的这些环境啊都受到了一些影响。我想这应该是这些村人他们搬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吧。哇，你看这里还有一个按摩室，看一下过去的按摩室啊，应该挺古老的了。洗头修面，红色的字，按摩室。现在按摩一般都是那个沙发座椅，以前都是人工的。哦，这个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几个桌子，还有一把长凳椅，但上面却有一些装饰，也像那个葡萄的那个藤叶一样，而且还有那种彩灯。这这是个什么？小装饰，这是一个。
哇，特别的杂乱呢、你这里面，特别的臭，味道非常的重。这里的2楼的阶梯啊，都被拆了。你看上面，这至少得有4、5层了。这过去的厨房全部都被打掉了。远处江边能听到那个船的声音，能听到船的鸣笛声。看来是不久的将来啊，就要拆迁了。你看这块木门，是不是挺古旧的？这一面都没了。哇，这一面我感觉脚都有点不好迈进去了，因为你看周围的这些杂草林。这里还有一个小阶梯可以下去。木质的建筑，哇，你看这上面。底下还有一层，这一面也是同样的格局。那地方还有一个桌子，对，都塌了。结构，这有点像以前红衣男孩他们家过去的房子就是这样搭建的。你看这木梁，那上面是不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这边里面有一些木床、木家具，再过去看一下。这里有个蜘蛛网，帮我弄一下。好 ，OK。周围的房子很多都已经坍塌了。这边走得通吗？死路吗？再往前看看。我再往前面去看一下，连这棵树挺粗大的，周围的这些老宅，你看上面屋顶都没了。全部烧坏了，直接烧坏了。哦，掉了，你帮我捡一下。你看这里面，上面还能看到很多的衣服。
掉落下来，都把进门口给堵住了。这边越来越不好走了，是，全是这些砖瓦片掉落下来。这都是过去的老宅，因为木质修建嘛，所以你看，时间长了以后没有人维护啊，就这样的一幅景象了。你等我一会儿，我来看一下过去的老宅啊，上面还吊有一些衣服。哇，里面一副破败的景象啊！这里面有什么吗？都已经坍塌了，但这一面，我感觉这个阶梯下去啊，也是不太好走，而那边都是杂草林了，所以这一面过去应该是比较的危险，或者说是我们原路返回吗？没有路了。对，我们原路往那边去看一下。这个古民居啊，当它废弃以后啊，坊间一直有不少奇怪的一些传闻，听上去还蛮诡异的。而我还特地啊，根据他们说的这些内容啊，去网上查询了一些线索。好像最奇怪的地方就是说，每到农历15的子夜的时候啊，这个江边呢就会起雾。大家可能会觉得啊，那重庆嘛，本来就是雾都，那起雾不是很正常吗？但是你要知道啊，它起的这个雾呢，和普通的雾还真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这一些浓雾啊，感觉就像是有人把它放出来的一样，而且把周围的这个古民居呢和江边啊全部笼罩着。而这其中最神奇的一点，就是在那个浓雾之间啊，就好像隐约能看到一群人抬着一个轿子，而他们晃晃悠悠的啊，在那个雾里面若隐若现。而如果仔细看的话，从轿子的缝隙里啊，好像还能隐约看到一个穿着清代官袍的人，因为他袖脚的那个蓝黑色的标识啊，特别的明显。而根据这个地方县志的记载啊，说是大约在1906年的时候呢，这个知县啊，他意外的暴毙身亡了。可是身亡以后啊，他的棺材呢又冲撞了当地的河神，所以禁止这个棺材啊下葬，然后就一直啊放在这个衙门的厢房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入土为安，才导致阴魂不散吧。对，应该是没有入土为安，所以每当起雾的时候啊，大家都会说：哇，这个知县老爷啊又回来了。以前啊，在附近工厂上夜班的那些司机呢，他们也在那些论坛里面曾经发过帖，就说真是见过有一对抬轿子的人呢横穿马路。而更诡异的就是后来有了 GPS 导航地图以后呢，每当起雾的时候，这地图上啊就会显示那段路面呢变成了无名路。你说这里邪不邪门呢？所以看来啊，这里真的是有一些神秘的传闻吧。但是我们从上面走下来啊，走了这么一圈，好像也并没有发现特别奇怪的东西。只不过你看白天啊，走在这里面真的是蛮阴森的。而且这里面的路啊又很滑，到处都是一些危楼。那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棺材啊，到底会不会就放在这个里面呢？因为现在这里面很多的建筑坍塌以后，加上这些茂密的植被啊，所以它到底在不在这里面，其实也看不到，或者说是也看不清吧。但是当然上一次啊，我们去那个将军府的时候，那个墓就放在那个大厅里面，确实是
有一点吓人。我们再从这个底下下去看一下。刚才走这里的时候，说是路不太好走。这是刚才看到的那个1楼，茂密的植被啊。往这边去看一下。大多的房子啊，都像这样坍塌了。注意脚下。哇，这个地面啊，都已经开裂了，你看。挺危险的。哇，你看这边建筑全部都坍塌完了，包括这里也是。走了一大圈啊，从那个底下一直沿着山坡，然后从那边这样上来，哇，特别的难走那个路，因为全部都是这种山坡泥泞路，而且蚊子特别的多。你看我这手啊，都被咬肿了，全部又被咬肿了。而且今天这个假冒伪劣产品啊，现在都被一分为二了。你看这样端着走，所以真是特别的辛苦。但是有一件事情啊是不能否定的，就是你看刚才那些建筑啊，他们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慢慢的会被这些大自然啊所吞噬吧。就像你看到的，上世纪50、60年代，甚至80、90年代的建筑啊，其实现在都已经越来越少能看到了。所以，说不定未来的某一天呢，这些建筑也好，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传闻也好吧，可能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啊，给慢慢的消失了吧？谁知道呢？好吧。那这里啊，也就是这样了。那我是阿森，我是小思。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废弃的古民居，那我们的旅行啊，又将继续。那我们下期再见，好吧？车就在这里了，拜。